花蛤好吃，沙子多，怎么做才能让花蛤100%没有沙呢？今天给您分享一种最为靠谱的方法，这也是我与日本、法国、印度以及美国的厨师同行们交流后，大家共同认可的一种方法。首先准备一些花蛤，大家看一下，它又叫花甲、蛤蜊等。花蛤生活在滩涂里面，除了肚子里面有沙之外，贝壳里面也会有沙，贝壳表面也会有沙，所以一定要把这3个地方的沙全部去除。我们先倒入清水，抓洗一下，尽量多洗几遍，这样可以去除附着在花蛤表面的细小泥沙。如果没有清洗干净，炒出来就会有很重的泥沙味。充分洗净后，重新倒入一个干净的大盘里面，把花蛤均匀的铺开，加入适量的海水没过花蛤。如果没有海水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需要调配出类似海水的淡盐水。世界上平均海水的咸度是 3.5%， 而一般花蛤的养殖区域海水的咸度差不多就是 3%， 所以我们就要调配 3% 的淡盐水，也就是1公斤的水加30克的盐，用普通食盐就可以了。如果有海盐的话，效果更佳。我们先把盐搅拌均匀化开，再倒入装满花蛤的盘子里面。花蛤通常都是生长在滩涂泥沙里面，所以它喜欢安静、阴凉和黑暗的环境。花蛤的胆子很小，也非常的谨慎，它们只有在没有惊扰和处于海水的环境中才会开始吐沙。它们感觉安全的时候就会伸出舌头，而受到惊吓就会紧闭贝壳。如果您这里温度比较高的话，超过了30度，就要把花蛤放入冰箱里面，静置3个小时以上的时间，让它们安心吐沙。如果您这里的温度比较凉快的话，您也可以把它们放在安静、阴凉、昏暗的地方，还是静置3个小时以上的时间。这个方法唯一的缺点就是耗费时间较长。有些地方买到的花蛤，商贩们已经提前让花蛤吐过沙了，就可以跳过这一步。等到花蛤差不多快吐完沙了，我们准备一些配料，几个大蒜，用刀拍扁后改刀切成蒜末，准备一块去皮生姜，先切成片，再改刀切成丝，一小片洋葱，改刀切成洋葱丝，再准备一把豆豉，用清水漂洗一下，再沥水备用。豆豉可以掩盖住花蛤所含有的少量的让人不愉快的离心味，还能增加独特的咸香味。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，可以准备一点干辣椒或者小米辣，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准备一点不辣的红椒丝。所有配料准备完毕，我们看一下花蛤，它们已经吐出了不少的沙，肚子里面基本上是无沙的状态了。很多人炒花蛤喜欢焯水或者直接炒，今天给您介绍一个新方法。准备一口锅，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再放入一个蒸架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开大火将水煮沸。等待水开的过程中，我们准备一些花蛤，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盘里面，将它们均匀的铺开，尽量不要重叠码放，这样受热更均匀。水开后，我们小心的放入花蛤，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继续蒸6到8分钟的时间。花蛤会蒸熟，从而开口，达到类似焯水的效果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，花蛤全部开口了。我们把花蛤捞出来，倒入提前准备好的冷水中，这样做可以防止花蛤进一步加热，从而肉质变老。盘中剩余的汤汁要保留，这是花蛤的精华所在。我们用漏勺过滤下，将汤汁倒入一个干净的碗中。下一步，将冷却后的花蛤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。直接炒花蛤虽然可以保留鲜味，但是一锅花蛤中不能出现一个带泥的花蛤或者死花蛤、臭花蛤。如果出现了，这道菜的品质很难保证，不得不倒掉。而焯水呢，虽然会损失部分鲜味，但是花蛤更干净，不会有沙，也不会混进去死花蛤、臭花蛤。这就是为什么餐厅的炒花蛤都会直接焯水的原因呢。焯水又快又干净，不会与顾客发生纠纷。花蛤的鲜味主要来自于氨基酸、核苷酸、有机酸3类鲜类物质，而高温烹饪会损失这些鲜味物质，所以烹饪的顺序和速度相当的重要。为了减少烹饪时间，我们调一个料汁，就用装花蛤汁的碗，加入一点胡椒粉，大约2克，加入1勺半的生抽，大约20克，加入1汤勺的蚝油，大约15克，用勺子搅拌均匀后备用。另起一锅，锅中加入适量植物油，油热后下入洋葱丝和生姜丝，它们含水量很高，高温能激发出它们的香味。接下来倒入全部的豆豉、全部的蒜末以及小米辣，把它们也爆出香味。趁热加入1勺料酒，它不仅仅可以用来去腥增香，
它所含有的氨基酸还能在高温下激发出浓郁而迷人的复合型香味。至此，这道菜的基础香味已经完成。下一步，我们倒入调好的料汁，煮沸后再倒入全部的花蛤。我们用急火快炒的方式，快速翻炒30秒的时间，炒出香味后，最后加入一点小葱段，翻炒均匀后即可起锅装盘。因为豆豉、生抽、蚝油都含盐，所以这道菜一般是不需要加盐的。这样做出的花蛤鲜味不仅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，而且能做到100%无沙，吃起来更过瘾。花蛤无沙的方法您学会了吗？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。